12月1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访华，成为中共20大后第一位访华的欧盟机构领导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欧洲国家和机构领导人密集与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体现了欧洲战略自主的愿望，打开了中欧合作的新契机。米歇尔此次访华虽然仅1天时间，但行程满满。12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米歇尔举行会谈。当天下午，李克强总理、栗战书委员长分别与米歇尔会见。德新社1号以“中国国家主席反对各种形式的新冷战”为题，关注到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秉持正确认知、妥善管控分歧、开展更高水平合作、加强国际协调合作4点看法。报道称，中国国家主席希望欧盟机构和成员国建立客观正确的对华认知，对华政策坚守和平共处，坚持互利共赢，超越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对立，超越制度对抗。米歇尔在会后发文称，与中方坦率地讨论双边关系的各方面事务，是前方的唯一道路。此次会面受到西方媒体高度关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称，自从欧盟领导人4年前访华以来，很多事情都在发生变化，但米歇尔此访为欧洲和中国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接触提供了一个及时的机会。欧洲新闻电视台1号说，米歇尔此行的目标是探讨与中国在关键问题上加强合作，给欧中关系增添新动力。一些西方媒体注意到，在米歇尔到访中国的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正在华盛顿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就通胀削减法案问题向对方摊牌。德国智库莫卡托中国研究所专家斯特克认为，这显示出跨大西洋关系已经出现裂痕的迹象。在1号的会谈中，米歇尔就特别强调，欧盟坚持战略自主，致力于加强自身能力建设，推进欧洲一体化。现在在美国白宫或者是国会呢，接触这个词已经不再用于对华的描述之中，而欧洲方面呢，则坚持自己的战略自主，认为他们不愿意和美国呢走到一条与中国竞争和对抗的道路上去，所以呢，他们依然坚持接触这个总思路，也就是说要继续呢与中国保持对话，保持磋商。那这一点呢是体现在米歇尔访华里面的很重要的一个主基调。中欧之间近来互动频密，除德国总理舒尔茨访华外，多位欧洲国家领导人在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期间与习近平主席实现线下会面。印度欧亚时报网站11月28号发表题为“条条大路通北京，欧盟成员国纷纷与世界第2大经济体中国重新接触”的文章指出，最近欧盟一些成员国出现新思维，表明他们正认真地重新评估与中国的关系，而不一定是从美国的角度来评估。彭博社就分析称，处理好与中美的关系，欧洲正处在一个关键阶段。Well, we've been through a period, a number of years, whe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Europe has deteriorated pretty significantly. Right now, I think Europe is at a very crucial moment. As I said, re-engaging with China at the same time it has growing tensions with the United States. 德媒还注意到，米歇尔这次表态说，欧方愿同中方继续推进欧中投资协定的进程，增强供应链稳定互信，深化欧中各领域互利合作。2020年12月，在疫情严重扰乱世界产业链、价值链和供应链，并且美国政府强力推行与中国进行贸易、金融和技术断舍离的艰难时期，中欧双方通过长达7轮的艰难谈判，完成了中欧投资协定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动作。此举为中欧经贸未来5年至10年发展规划制定了时间表和路线图。但随后该协定的推进遭到欧盟单方面搁置。在12月1号的商务部新闻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束学庭表示，中欧投资协定是一份平衡、高水平、互利共赢的协定，有利于中国，有利于欧盟，有利于世界。中欧双方应共同努力，推动协定签署生效，早日惠及双方企业和民众。
贸易依然在中欧关系之中扮演了稳定器和压舱石的作用。可以说，没有中国的廉价的劳动密集型的产品以及高端的绿色能源设备，欧洲就无法实现自己的继续的经济发展。所以呢，在这一点上尽管说欧洲媒体舆论出现了一定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优先的这样的一些腔调，但实际上呢，欧洲它的这个在通货膨胀率高企以及能源成本极度上升的这样一种情况下，是无法摆脱对于中国经济的依赖的。再加上呢，欧洲的企业对华的市场是非常有信心的。在这些方面呢，实际上是欧洲政界甚至是媒体界呢所难以扭转的。北约各国外交部长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的会议中，讨论了协力应对中国的问题。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上指出，北约不视中国为敌对力量，会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继续与中国接触。相比6月底北约峰会出台的战略概念文件将中国视为系统性挑战，短短几个月后，北约的涉华表态为何会发生变化？来看报道。11月29号至30号，北约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外长会议。根据北约发布的公告，会议强调了满足北约复原力指导方针，保持北约技术优势以及继续加强与印太地区伙伴和欧盟合作的重要性。此外，此次北约外长会议的一个主要议题是北约的战略概念，其中包括未来如何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会上说，部长们讨论了中国雄心勃勃的军事发展、技术进步以及日益增长的网络活动。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们当然会继续与中国进行贸易和经济往来，但我们必须意识到依赖性，减少我们的安全漏洞并管理风险。北约国家越来越担心中国对各国关键基础设施的控制，以及北约成员可能过度依赖北京提供的重要矿产和技术供应。不过，斯托尔滕贝格也补充说，北约将不会把中国视为对手，将继续在符合自身利益的情况下与中国进行对话，特别是传达关于乌克兰问题上的统一立场。We do not see China as an adversary. We will continue to engage with China when it is in our interests.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6月底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批准了北约2022战略概念，提出未来10年北约的3大核心任务是威慑和防御、危机预防与管理、合作安全。深圳卫视记者注意到，新版战略概念除了将俄罗斯称为最大且直接的威胁，还首次提及中国，对中国国防建设、经济政策、技术发展等领域进行无端指责，妄称中国对北约构成所谓系统性挑战，北约将共同努力应对，极力渲染炒作中国威胁论。外界指出，从斯托尔滕贝格最新的表态来看，短短几个月，北约的涉华表态有了一定的软化。其实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关于中国不是对手的表态呢，并不是这次他才单说出来的。在今年年中的这个北约会之前，他其实也做过类似的表态。那在今年的北约这个6月份的峰会上呢，首次将中国提出来，叫做对于北约构成了系统性挑战。那这是北约对于中国的一个具有一定矛盾性质的一个双重定位。分析指出，中国不能只关注北约的表态变化，更应观其行。事实上，北约虽然只是一个区域性的军事组织，野心却越来越大，一心想要染指亚太地区。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的北约峰会上，首次邀请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领导人出席，反映出北约寻求增强在亚太地区影响力的野心。此外，今年5月份和11月份，韩国和日本还分别加入了北约网络防御组织。外界认为，这是北约试图构建亚太版北约，围堵中国的战略野心。然而，俄乌冲突爆发至今，北约国家已经向乌克兰援助了超过400亿美元的军事装备和弹药，相当于法国的年度军事预算总额。一些较小的北约成员国已经耗尽了他们的军事库存和军备潜力，尤其是积极援助乌克兰的波罗的海国家。斯托尔滕贝格12月1号在德国参加柏林安全会议时表示，北约将继续向乌克兰提供支持，但他同时承认，向乌提供支持正导致多国付出生活成本、食品和能源价格上涨的代价。Yes, our support comes with a price. These are tough times for many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here in Germany. With rising costs of living, food and energy prices. 因此，外界指出，在俄乌冲突的当下，斯图尔滕贝格表态北约不把中国视为对手，只是基于现实利益，以确保北约自身固有的利益不受损失。匈牙利外长西雅尔多参加完北约外长会议后，就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警告，匈牙利不希望北约成为一个反华集团。据俄新社报道，西雅尔多指出，我们无需再冒一次冷战风险，麻烦已经够多了。我们的例子清楚地证明，基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是完全可行的。塔斯社补充称，西雅尔多这段文字中提到的“我们”指的是匈牙利。俄新社则称，西雅尔多是在警告北约不要成为一个反华集团。有观察指出，北约内部成员国对华政策存在分歧。一方面，美国等对华鹰派试图将北约的目标集中到遏制中国上来；另一方面，匈牙利等对华鸽派则希望接触中国。此外，北约内部还有一个庞大并不断转变立场的中间派，他们不想过度对抗中国，同时又担心在经济上依赖中国。那我们对于北约内部的这种分歧呢，应当进行一个客观的一个看待啊，我们不必过于紧张啊，因为在这个北约这样的一个具有任何成员国具有一票否决权的一个军事集团组织里面内部呢，还是有很多的国家呢，并不赞同与中国进行直接的一个军事对抗。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北约外长会后对记者称，北约对中国构成的挑战保持清醒，美对中国实施胁迫性政策，散布虚假信息，迅速且不透明发展军力，包括同俄开展合作等，保持关切。针对布林肯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号指出，美方有关的言论颠倒黑白，充斥着冷战思维和意识形态偏见。美国才是胁迫外交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中国一贯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从不搞胁迫，从不散布虚假信息。美方应当立即停止对中国的抹黑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对美国展开2017年以来上台以来的第2次访问，也是他在拜登就任美国总统后首次访美。而拜登这边上台近2年来，第一次国事接待、第一次国宴都献给了马克龙。不但如此，就连对马克龙此访要重点针对的美国通胀削减法案，拜登都松口承诺说可以微调，不会牺牲欧洲，这让马克龙获得意外的胜利。不过，一场看似热情似火的接待背后，仍旧难以掩盖美法乃至美欧的分歧。来看报道。当地时间12月1号上午，美国总统拜登携夫人吉尔拜登在白宫南草坪迎接了前来进行国事访问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夫人布丽吉特。It's an honor, a genuine honor to host you for the first state visit of my administration, and to celebrate the enduring strength and vitality of the great friendship between France an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随后，拜登与马克龙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会谈，重点就俄乌冲突以及能源，尤其是核能、碳中和经济、太空、气候变化等议题的合作进行讨论。而媒体最为关注的就是美欧之间就美国通胀削减法案相关措施所带来的分歧，马克龙将如何当面向拜登吐槽？拜登在与马克龙举行的联合记者会上，当场就这一问题给说法。拜登说，他本人亲自签署了通胀削减法案，美国不会道歉。不过，拜登接着说，该法案规模如此巨大，难免会出现一点小问题，需要对它进行调整变化。So there's tweaks that we can make that can fundamentally make it easier for European countries to participate and or be on their own. But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s a matter to be worked out. There is no fundamental, it was never intended when I wrote the legislation.Never intended to exclude folks who were cooperating with us. 拜登还称将继续在美国创造制造业的就业机会，但不会以牺牲欧洲为代价。马克龙似乎对拜登的松口感到满意，称他们已就通胀削减法案问题进行了非常好的讨论，同意重新调整双方的方法和议程，并要求各自团队密切协调合作，以找到合适的解决方案。
政客新闻网欧洲版称赞马克龙此访促使拜登做出让步，是获得了意料之外的胜利。不过，该报道也指出，这一让步真正能落实多少，仍有待观察。不少欧盟官员都对此表示怀疑。彭博社12月1号报道称，尽管拜登提出要对该法案做出微调，但目前还不清楚将如何修改。另外，由于民主党在中期选举已经丢了众议院，共和党愿不愿意修改法案也是个未知数。之前美国的贸易代表也做出了表示，他们并不希望就是改变自己的立场，这种缓和的余地其实是非常小的。那法国呢，是带着一个需要有实质性的结果的这样一个心态去和美国来谈这个问题，那么双方可能起点就不是很一致。从欧洲来说，目前德法的经济部长已经联合提出了一项欧洲新的工业政策，这项工业政策其实和以往欧盟的自由贸易立场有一定的偏移，那么也是仿效美国提出了比较基于补贴的这样一项共同的工业政策，是用来对抗这个通胀法案的消极影响的。我们看到，那欧洲已经在做最坏的打算。实际上，美欧分歧点不只集中在通胀削减法案上，拜登8月签署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也让欧洲大感紧张。综合英国《金融时报》、路透社等媒体报道，欧盟希望打造一个自己的能和美国竞争的半导体生态圈。为此，欧盟正在推进欧盟芯片法案。11月23号，欧盟国家集体同意拨款450亿欧元，用于增强欧盟的半导体生产能力，以减少对美国厂商的依赖。预计欧盟各国部长将在12月份的会议上批准这一协议。有分析认为，欧盟意识到其数字经济发展在一定程度上落后于美国，缺乏领先的科技企业，在数字经济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而美国对华芯片限制措施更是加剧了欧洲时不我待的危机感。牛津大学学者保罗·蒂莫斯此前在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网站撰文认为，在地缘政治紧张局势加剧和颠覆性创新带来的挑战日益严峻之际，欧盟此举旨在加强欧洲大陆的战略自主权。金融时报还透露，欧盟为了打造能和美国竞争的半导体生态圈，把重点瞄准了台积电、三星和英特尔3家拥有最先进制程工艺的半导体企业，希望这些制造商在欧洲建立尖端芯片工厂，生产最新一代芯片。然而，目前除了英特尔之外，其他企业对此并不热情。因此，有分析质疑，欧盟打造的半导体生态圈难以恢复欧洲大陆半导体产业昔日荣耀。欧洲目前也没有这样的实力和能力。有很多人对欧盟这个芯片法案是有一定的质疑的，因为我们知道欧盟在数字方面，它擅长的领域可能是规则的制定，那么在投资和产能方面，其实一直以来都是它的弱项，尤其是伴随着近年来这个产业的转移，我们知道很多芯片生产都已经转移到了亚洲地区。那么欧盟如果想做出补救的话，它需要的是一个非常长期、非常巨量的投资。那么很多人对欧盟的这种能力是有质疑态度的。针对访美期间，马克龙表示，美国推出的通胀削减法和芯片与科学法案在美欧之间制造了巨大分歧，导致西方分裂或阻碍跨大西洋投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2号作出回应，这是美国优先霸道思维的又一例证。事实上，美国口口声声说欧洲是重要盟友，实则把欧洲当成挡灾救火的接盘侠，这样的例子不在少数。俄乌冲突也是拜登与马克龙会谈的重点。Since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is war, we worked very hard together in order to help Ukraine to resist and to be resilient, and we will reinforce this action. We want to build peace, and sustainable peace means full respect of sovereignty and territorial integrity of Ukraine. 拜登则在联合记者会上表示，愿意有条件地与普京接触。I'm prepared to speak with Mr. Putin if, in fact, there is an interest in him deciding he's looking for a way to end the war. He hasn't done that yet. If that's the case, in consultation with my French and my NATO friends, I'll be happy to sit down. 拜登特意补充称，在与普京会谈前，会与北约盟友进行协商。事实上，正是在美国的绑架下，欧洲国家纷纷加入对俄制裁，也令自身陷入通货膨胀、能源危机、经济衰退的困境。也因此，法国长期以来对欧洲无法实现防务自主保持高度警惕。
北约在美国的主导下，屡屡主动对欧洲的战略安全制造麻烦。马克龙曾愤怒地表示，北约已经脑死亡，并提出欧洲军的构想。从乌克兰危机以来，我们知道在客观上，欧洲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是上升了。现在欧洲的自主权是有所下降的。法国更希望能够表现出自己的战略定力，或者是说对战略自主的一种自我的思考，来提高欧盟自身的防务能力，能够去建设欧洲的防御力量。毕竟现在欧洲国家都在提高自己的国防预算。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管瑶。管先生你好。法国总统1号进白宫会晤拜登，双方发表联合声明称将继续协调关注所谓中国挑战。那您对此怎么看？好的，主持人。那么美法元首白宫会晤，双方还共同见记者，确实动静不小。其实呢，法国总统这一次对美国国事访问，外界的更大的焦点主要呢还是放在俄乌冲突的应对与立场协调上。路透社昨天发自华盛顿的电稿就以此作为标题说 ，U.S. France present united front to hold Russia to account on Ukraine。美法就俄乌冲突问责俄罗斯，展现统一立场。当然，除了战争议题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的马克龙，一方面要修复法美关系，另一方面也是抱着为欧洲产业界讨说法的这个任务进白宫的。那么众所周知，欧洲方面对美国的新能源车的补贴只面向北美产的汽车是相当火大的，美方这么干严重打击欧洲汽车商的利益，跨洋贸易战大有重燃之势。我查阅了白宫网站刚发布的美法联合声明的全文，那么这一份声明涉及15个领域，天上地下无所不包，甚至连太空、网络空间、虚假信息、生物多样性等等也都没放过。但是这些个写在纸上的所谓共识，到底有哪一些会真正落到实处？估计美法元首本人也是心中没底的。昨天就有记者拿法国人爱说的那一句"爱需要表达，更需要证明"来套这两位总统的话，正是基于这样一个思路。毕竟马克龙曾经公开抱怨法国当初被撬走澳洲潜艇大单，等于背后遭美国捅刀子。那么在这份联合声明中，提及率最高的第三国是乌克兰，共出现了9次，其次呢是俄罗斯8次提及，这也从数字见证俄乌冲突是最大的焦点。那么声明前5大的议程聚焦国别或地区，包括跨大西洋及欧洲与全球安全、乌克兰、印太、非洲以及中东。这其中呢，联合声明有关印太议题的表述2次提到 China， 涉华呢一共是2句话。第一句话是美法将继续协调关注对基于准则的国际秩序的中国挑战，同时在气变等全球议题上将继续与中国合作。声明的第2句涉华表述为两国总统重申保持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美法元首声明的涉华声明会有什么及时影响吗？今年外交部发言人回应，中国当然不是挑战，而是世界的机遇。那您对此又有何观察呢？美法联合声明拿台海说事，中方当然会严重关切。台湾问题是中国国家利益核心中的核心，是对外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对此呢，刚刚和中国元首面对面长谈的美国总统不可能不清楚，而且呢，拜登也曾当面承诺不支持台独，也不支持2个中国一中一台。法国总统对这条中方的红线当然也会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呢，他也一定会在接下来的访华行程中再度强化认知。今天外交部记者会很热闹，多个提问都是围绕美法元首会晤乃至一些个美国高官鼓噪所谓中国挑战展开的。那么赵立坚今天的回应很有底气，也很具说服力。他批驳布林肯在北约外长会期间所谓北约对于中国挑战保持清醒的言论很到位。那么反击可以说直指问题的核心。他指责美国才是胁迫外交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演绎了一个个胁迫外交的教科书式经典案例。那么在我看来，这种胁迫也出现在了美欧关系的外交现场，出现在法国总统对美国事访问的外交现场。比如呢，这一次马克龙就在华盛顿撂下重话，抱怨美方推出通胀削减法和芯片科学法在美欧之间制造巨大分歧，将会导致西方分裂。同时呢，也要注意布林肯在北约会场鼓噪中国挑战的潜台词。
他扬言北约成员国将会就对华技术出口管制、审核中国投资有更多的后续动作。那么，北约作为一个安全组织，在经济领域对华搞动作，这是所谓高新技术议题、供应链议题政治化、武器化的延续。那么，未来美方不排除在这个领域继续对他的盟国伙伴做更多的胁迫施压。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周三已经在公开倒苦水了。当然，这也可以理解为提前打美方胁迫的预防针。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发表演说时就哀叹 "Competing with China not easy"， 和中国搞技术竞争并不容易。那么至于你说美法元首联合声明中所谓的及时的影响，尤其是对中法乃至中欧关系的影响，我认为一定是相当有限的。美方尽管在鼓噪中国挑战，但是多大程度上能够在大西洋的对岸获得响应，这要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值得注意的是，这份声明将美国和法国都称作是印太国家。我估计这样一个提法在法国本土就有很多人通不过。而路透社发自华盛顿的电稿也特别强调说，法国总统实际上也是鼓吹自身战略自主最积极的欧洲政治领袖。我也特别留意到，对马克龙的这种尴尬处境，实际上美媒已经有预判了。好，谢谢管尧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岛内9合1选举结束后的一份最新民调显示，民众对蔡当局的不满意度呈上升趋势。岛内舆论痛斥蔡英文完全没有反省之意，一心扑在权力斗争上。随着蔡英文辞去民进党党主席一职，谁将成为继任者备受外界关注。而热门人选之一的郑文灿其论文抄袭事件继续发酵。台大于12月2号证实已完成调查程序。台湾美丽岛电子报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岛内民众对蔡英文的不满意度为49.1%，满意度为46.6%，呈现死亡交叉。而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的情况更严重，不满意度为51.5%，满意度只剩下39.5%。类似的民调从今年5月开始到现在，蔡英文、苏贞昌两人的不满意度皆缓步上升，似乎呈现温水煮青蛙的情况。他连群众的 feel 啊，他都不要了，那你还说希望群众出来投票给你？你在做梦是不是？对不对？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外界注意到，自岛内9合1选举后，蔡英文除了主动辞去民进党主席之后，就一下子就消失在公众视野。这样的剧本几乎与2018年民进党输掉9合1后一模一样。用来解决这个危机、处理这个危机的方法几乎都是固定的。首先，他先辞去党主席那么辞掉了党主席的位置之后，顿时就让外界所有检讨的炮火失去了焦点，因为他不是党主席的那么党主席变成了一个代理党主席。然后接下来第二步呢，他就找他自己主意的党主席接班人选来占据了一些重要的位置譬如说代理党主席的位置，检讨这个败选小组的这个负责人的位置那么这些人其实都是换汤不换药的，都是蔡英文自己的人马，用自己的人马来检讨自己，大家就可以想象这个检讨的结果必然是没有什么公信力也不具备这个民进党任何改革的助力。民进党败选后，苏贞昌也在第一时间口头申请辞职，被蔡英文挽留。苏贞昌还代表蔡当局出面向选民致歉。今年败选，我们同样要对一路走来大家这样的支持致谢，但也要致歉。至于党务的安排，尊重党的机制。对此，中国国民党籍前民代孙大千指出，蔡英文只不过是利用了苏贞昌对权力的贪恋，将其留下来，为自己分担了外界的批判炮火。同时，因为苏系牢牢地守住了行政资源跟一些相关的重要位置那么民进党其他的派系想要围攻党中央，甚至想要借这个机会削弱这个英系的力量然后重新在党内取得一些重要的位置跟资源，这样的盘算就会落空所以其实大家仔细看一下蔡英文现在的所作所为，这一步一步都是他精算过后所做出来的安排那么这对台湾人民来说当然是一个很大的悲哀他现在脑袋里头想的不是改革，不是反省，他现在脑袋想的是权力的计算。
岛内舆论分析认为，最新的民调结果因为跟9合1投票时间非常接近，所以发酵的时间还不够。再过2个礼拜，蔡当局的不支持率可能会比现在更难看。主要原因就是民进党败选之后的态度非常恶劣，怪东怪西，怪老百姓，最后还怪选民，但本身一点反省检讨的意愿都没有。给民进党也是给蔡英文一个深刻的教训，过度的介入到候选人的安排当中去，并得不到民进党支持者的赞同，以及他一系列的为非作歹的一系列行为，都受到民进党支持者的谴责和否定。11月30号，民进党召开败选后首次中常会，通过推举高雄市长陈其迈担任代理党主席，桃园市长郑文灿任败选检讨小组召集人，预计2023年春节前完成党主席补选。陈其迈为何得到蔡英文的青睐，引发岛内诸多解读。民进党内不少人直言，陈其迈是蔡英文的最爱，尤其是去年12月举行的4项所谓公投，如果没有高雄市，恐怕国民党会大胜，这更加深了蔡英文对他的信任。东森新闻网的分析称，蔡英文推出陈其迈，不但可以防止逼宫，也是在告诉赖清德等人，民进党内还有陈其迈这一选择，让他来担任代理党主席的职务。我想这个职务他能做的事情很有限，主要就是安排一个新的党主席。应该说，陈其迈能够在这个工作上做的时间或者影响力是非常有限的。民进党内的下一届的领导人的纷争，下一届领导人的安排，都会出现一些你死我活的斗争。外界注意到，蔡英文的副手赖清德近日保持低调不表态。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刘和平。刘先生你好。我们看到，在岛内9合1选举中惨败之后，蔡英文将民进党败选的原因解释为是民众不希望看到一党独大。那对此您怎么看？我认为蔡英文总结的原因似是而非，说不对似乎又对，说对似乎又不对。其实，在2020年台湾地区领导人和民意代表选举中，蔡英文不仅以高票当选连任，而且民进党还牢牢占据了立法机构的多数席位，成为了事实上的一党独大。然而在一党独大之后，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却辜负了民意的期待，不仅在内部施政上傲慢与专横，我行我素，而且在两岸问题上持续飙车暴冲，使得台海局势差点失控。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这次9合1选举中，台湾民众才再度用选票教训了蔡英文与民进党。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从根本上来说，台湾民众并不是不喜欢一党独大，而是不喜欢一党独大的后果，也就是其所导致的民进党在掌权后傲慢与一意孤行。所以多数台湾选民用手中的选票发出了民进党与蔡英文当局必须要接受监督与制衡，必须要用国民党来制衡民进党，用地方权力来制衡蔡英文当局的清晰的政治信号。另外，我注意到在这次败选之后，绿营内部也对蔡英文发起了猛烈的抨击。这个也就意味着，在台湾民众企图用选票来消除民进党一党独大所导致的恶劣后果的同时，绿营内部也在企图阻止蔡英文在民进党内部的一人独大，阻止民进党变成蔡家党。也就是说，在选后绿营内部也在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与疗伤。那在您看来，蔡英文本人又应该从这次民进党在9合1选举中的惨败中接受怎样的教训呢？我认为这次9合1选举说明台湾内部，也就是台湾的主流民意，正在期盼两岸关系走向理性务实与和平。不久前的习拜会上，拜登除了再度重申一中政策不变之外，还向中方做出了不支持台独、不支持2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3项承诺。这个意味着美国也想缓和前一段时间热得发烫的台海局势。而在更早前公布的中共20大报告中，除了发出了坚持和平统一方针不动摇的信号之外，还发出了两岸促统之前先要继续促融，也就是在促进两岸统一之前先要促进两岸融合的这么一种善意。那么这个也就意味着，
对于两岸关系与台海局势，拜登政府、中国大陆以及岛内的主流民意的看法与诉求已经基本趋于一致，也就是求理性、求和平。当前唯一还不肯与时俱进、做出变通的，就剩下民进党，尤其是蔡英文本人了。我注意到，在9合1选举大败之后，蔡英文的民调出现了进一步的下滑，不满意度首次超过了满意度。为此，蔡英文一是立即宣布请辞了党主席职务，以为当前局势止血；二是全力挽留苏贞昌继续担任行政部门负责人，以为自己设下防火墙；三是将党内以及行政权力再度按照雨露均沾的原则，在各大派系中进行了政治分赃，以安抚其他派系的不满情绪；四是提拔了一大批中生代，以压制自己的政治对手赖清德。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权力运作，一方面是为了确保自己不会因为选战失利而提前进入跛脚鸭状态，另外一方面，这是为了确保自己在下台后不被清算。不过我认为面对当前的党内外局势，蔡英文仍然是开错了药方。当前民进党的面临的根本问题并不是人事问题，而是路线问题，也就是两岸路线问题。路线上的问题并不能单纯通过人事调整手段就可以得到解决。假如蔡英文能够在余下的2年任期内，在两岸路线上实现华丽转身，重新回到9·2共识的轨道上来，那不仅可以让民进党脱困，让台湾脱困，让两岸脱困，而且更为关键的是，只有这样做才能够让自己真正脱困，甚至是奠定自己在岛内以及两岸关系上可圈可点的地位。好，谢谢刘和平先生在线和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